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6月9号。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两部分的内容啊，一部分呢是关于这个地摊经济。那地摊经济呢，也就是在6月1号啊，总理在烟台考察的时候提出来的。那到现在呢，也就1周多一点时间啊，但是这1周多一点时间呢，情况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那第二个呢，聊一下就是5月份的一些外贸数据啊，显示出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啊，我们到时候一起分析分析。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地摊经济啊，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那当时呢我讲到这个地摊经济呢是给底层老百姓一条活路啊，是个善莫大焉的好政策。但是呢，没过几天啊，先是在这个6月5号，北京出来一条新闻，说这个北京城管的执法部门啊，针对这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这些违法行为啊，市民反应强烈啊，所以要严格的这个查处，占道摆摊设点这种扰乱市容市貌的这种违法行为。那紧接着到6月6号呢，北京日报又发表评论啊，标题呢直接就是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给的理由呢是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啊，北京的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啊，代表国家形象啊，北京是首善之都，搞地摊经济呢脏乱差啊，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那北京表态以后呢？啊，大家就在等待另外一个核心城市啊，也就是上海的表态。那在这个时候呢，啊，6月8号，央媒突然发话了。那央视财经呢，直接给出了定论，说一线城市不适宜推行地摊经济。那给出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啊，他这样说的：就地摊经济呢，如果在一线城市重新蔓延，等于一夜回到几十年前啊，且不论城市交通管理等压力，对相关行业的冲击也非同小可啊。那不管是这个有意还是无意啊，我觉得央媒呢。啊，央视财经透露出了这个搞地摊经济啊，让他们真正担心的东西啊，重点就在这个对相关行业的冲击也非同小可啊。但是主要是哪些行业呢？他也没敢往细里说。那关于这个一线城市不让摆地摊经济啊，我就说这么几点吧。那第一点呢，啊，就是这个地摊经济之所以出来呢，它是因为民生困难啊，这个经济困难，就业很艰难，底层老百姓确实没有出路了。那这个时候呢，总理啊提出这个地摊经济，啊，那这是提出地摊经济的根本原因，对吧？之前我也讲过，这个央行降准啊，银行信贷也扩张啊，放水呢也是天亮了。可是这个钱呢，它到不了最下面，到不了最底层。那这个时候政府呢又不直接发钱给最底层，对吧？那你再不给他一个摆地摊的一个活路啊，那日子确实就是没法过了。所以说。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地摊经济的出现呢，说明中国经济的困难啊，尤其是就业的困难。那第二点呢，啊，就是这个央媒啊，这个央视财经说的相关行业的冲击啊，其实相关行业的冲击呢，它主要就是冲击的商业地产啊，他担心这个商铺的租金下降啊，商铺的这个售价下跌。那说白了呢，还是这个商业地产大亨的利益动不得啊，或者是这些非富即贵的商业地产的持有者的利益动不得。那关于地产这门生意呢，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啊，它是个系列节目啊，叫这个中国房地产的终极宿命啊。其中在第1集里我讲过，我说这个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银行啊，这些是利益共同体。那商业地产也是一样，那你搞地摊经济呢啊，就是害怕这个触动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奶酪啊，把这个商铺租金啊、商业地产的价格给带下来。那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啊，这个一线城市其实人口是最多的啊，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口多，它的消费呢比较旺盛。那这些城市里摆地摊呢，其实是真正能够啊赚到一些钱的，给底层带来一些生计的啊，带来一些好处的。因为这个在3、4线啊，大家知道3线城市你肯定是年轻人口少啊，消费的能力也没那么旺盛，所以说啊，央媒。这么一发话以后呢，我还真挺担心啊，将来在2线、3线城市呢，它也纷纷跟进啊，就地摊经济就不让你摆了啊，彻底就黄了。那这个就确实比较糟糕了。那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城市形象和国家形象啊，就这个央媒给这个关于城市形象、国家形象和高质量发展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胡扯啊，因为这个。国际上有很多的城市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台湾的台北啊，它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啊。台北的夜市呢，在全球都很出名，好吃的也很多，对吧？然后去过台湾旅游的人，大家都感觉这个夜市非常好，那也没怎么影响这些市容市貌建设啊，更也没有影响什么高质量的发展。你不能说这个一到了中国这边的这个4个1线城市啊，就变成脏乱差，就影响国际形象和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事情，你让所有的市民啊。
这个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他能摆地摊啊，能吃得好、穿得好啊，能住得好，对吧？能过得好一点啊，上得起学啊，能够看得起病，能够有尊严和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而且这呢，也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城市形象的真正体现，对吧？也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政府呢既不给底层老百姓发钱啊，又不让搞地摊经济啊，那我说实话，那我觉得政府只有一条路走了啊，那就是像2017年北京搞的那个驱赶低端人口的运动一样，对吧？那你就把这个低端人口驱赶走，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既不给他钱，又不让他搞地摊经济的话，那他只有一条路，那他只能就去盗窃或者抢劫，走向犯罪了，对不对？那你又不愿意看到这个，那你只能把他赶走了。所以这条路呢，就是有一句开玩笑的话，不是叫眼不见心不烦嘛？啊，你只能干脆把他们全赶回老家，那倒是眼不见心不烦啊。而且这个你还有经验可循，对吧？你跟北京17年有很好的经验可循啊，你让其他一线城市也学一学。好了，关于地摊经济就讲到这儿吧，我也不想说啥了啊。总理我觉得打记者会说的挺好的啊，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啊，我觉得人民心里有杆秤。那第二部分呢，就跟大家聊一聊5月份的外贸进出口数据啊。这个数据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啊，就是按照美元计价，前5个月进出口的总值呢是1.6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8%。那贸易顺差呢是1213亿美元，同比下降4.5%啊，这是总的一个前5个月的进出口数据。那么关键呢，看一下5月的这个单月的数据啊，还是按美元计价。那5月份的出口呢下降3.3%。进口呢下降了16.7%啊，贸易顺差呢是629.3亿美元，同比增加了52.9%啊。那我带大家回顾一下4月份的当时进出口数据是什么样的。同样是美元计价下啊，4月份的出口总额呢同比增速是3.5%啊，当时还是正的。进口呢同比增速是负的14.2%啊，4月的贸易顺差呢是453.4亿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5月份不管是出口数据还是进口数据，都比4月份的下滑幅度加大了。但是有一个数据呢，5月份的数据上升了啊，那个就是贸易顺差。5月份的贸易顺差呢，比4月份的贸易顺差扩大了啊，赚的外汇更多了。那什么原因呢？我先说一下这个，简单说一下啊，它其实就是衰退式顺差。所以这个衰退式顺差呢，就是说你出口下降啊，但是进口呢下降了更多更快啊，下降的幅度也大啊，这样就造成衰退式顺差啊，就是就是进口比出口下降的多，下降的快，一减啊，这个数值不就有可能变大嘛？那这个造成衰退式顺差的原因呢，跟中国在全球产业的分工的地位相关啊。我之前讲过，就是全球分工的3层体系啊。第一层呢是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国，比如说美国、欧洲、日韩啊这些国家啊，他们的需求很大的一部分的来源。第二层呢就是中国为代表的这个生产制造国啊，生产制造国呢主要是进口原材料加工成产成品啊，出口产品到终端需求国。那第3个层次的就是呢资源提供国，比如说卖石油的啊，像俄罗斯啊、沙特这些啊，卖铁矿石的啊、卖铜矿的啊这些啊，各种资源国，它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型。那整个国际分工的这个3层体系里面，我们能看出来它地位也不同。那地位最弱的呢就是资源提供国，就每当经济衰退时，资源品的价格一下跌啊，日子就非常难过。那中国呢，它作为国际分工里面的一个第2层次啊，也就是世界工厂地位。那在需求国刚刚开始衰退的时候呢，出口是小幅度下降的，但是进口呢会下降的更多更快啊。比如说资源品，大家看到石油啊、铁矿石啊、天然气啊，这个下降速度快，所以呢，中国这个时候就能享受到这种衰退式顺差啊。这个在15年我们也发生过，15年的顺差呢是历年最高的那一年啊，也是一个衰退式顺差。那这个呢就是世界工厂的好处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越南啊、印度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都是虎视眈眈啊，都是觊觎已久。那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1到5月份啊，跟不同贸易伙伴的一些数据和情况。这个呢，我也做了总结啊，给大家做了表格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啊，贸易总值是1.7万亿啊，这个占外贸总值的比例是14.7%。那第2大贸易伙伴呢是欧盟啊，这个总值是1.61万亿。占外贸总值的比例是13.9%啊，第3大呢是美国，第4大是日本啊。其实之前呢是第1大是欧盟啊，第2大是美国，第3大是东盟。那这几年呢，东盟跑到第1位去了。然后可以看到贸易顺差呢，这个有差别啊。就第1大的这个东盟呢，它的贸易顺差是1767亿
欧盟是3315亿，美国呢虽然排在第3位啊，跟中国的贸易伙伴排在第3位，但是它的贸易顺差呢是6425亿，日本呢是一个逆差啊，所以我用负的这个数字去表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跟这4个国家前4大贸易伙伴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出口的产品里面的一个结构啊，这个整个出口产品里面结构呢是机电产品占了大头啊，1到5月的出口金额是3.64万亿人民币，那同比下降了4%，它呢占到出口总值的58.7%。那我们再看一下剩下的7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啊，其中有一个非常亮眼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纺织品。那这个里面呢，它包括了口罩啊这些防疫物资啊，所以它同比增长25.5%。那其他呢都下滑非常惨烈啊，你像服饰啊、家具啊、鞋子啊、玩具、箱包这些下滑的非常剧烈啊，可以看到20%多的下滑。好，这个是关于对各个国家的这个贸易情况。那第3部分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关于不同企业类型出口创汇能力的一个对比啊，这民企、外企和国企啊，它不同企业类型这个出口进出口吧，尤其是出口减去进口进出口能力的一个对比。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统计的从08年啊到2020年，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到啊，大家可以看到标黄的那一栏啊，民企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金额啊，这个历年的金额。那在外企呢，蓝色的那部分也可以看到进出口的一个金额啊，就是用出口减去进口，还有是国企可以看到。那最后呢，可以看到一个进出口的一个能力对比啊，进出口能力对比。进出口能力对比呢，就可以看到啊，其实民营企业啊是出口创汇的大头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9年的时候146.9%， 18年150.3%啊，那外企呢也是有27%、29%、30%左右的一个比例啊，大家可以看最显眼的就是国企这一栏，那国企这一栏呢基本都是负的啊，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这个国企啊基本出口啊。这个占比出口的很少，进口的很多。国企呢垄断了大宗商品物资的进口权，你像铁矿石啊、原油啊、煤炭、天然气、大豆啊，这些都是基本通过国有企业这个体系去进口的啊，民营企业没有这个资格啊，或者是很少的民营企业有这个资格。所以说呢，国企呢它基本是不创汇的啊，它基本就是说是花钱的一个主啊，它这个花钱很能花，这个出口赚钱能力呢不强。啊，所以说民营企业呢是外贸行业的顶梁柱啊，可以说是出口创汇的生力军啊。如果再说直白点呢，就民营企业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基石。但是大家最近几年呢也听过啊，就是民营企业日子越来越难过，日子越来越穷啊。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在这儿我就不深究这个问题了啊。但至少从数据上来看啊，在外贸行业，我们看到民营企业确实是出口创汇啊，创造财富的生力军。好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了这2部分的内容啊，一部分呢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这个一波三折啊，一线这个尤其是央视出来定调啊，一线城市不适合发展地摊经济。那未来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其他的核心的2线城市或者3线城市会跟进啊，如果更多的城市跟风呢，那真是可以说断了很多底层老百姓的活路啊，商铺也租不起，地摊还不让摆，那日子没法过。第2部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5月份的外贸数据的一些具体情况啊，进出口呢可以说都在下降，但是中国呢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啊，依然还能享受着这个衰退式顺差，而这个顺差呢，绝大部分又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顺手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